其实讲到正能量，大家也说了，现在世界真的是在变化。但您来看到的是呢，当年美中建交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什么？那个时候的印象就是美国其实是对全世界开放的，那中国呢，相对的它就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但是现在是什么？好像等豆病呢？原因是因为你来看看这一次的缅甸强震，中方呢现在已经有好多支的救援队伍进到里头了。美国川普虽然是说啊有啊有，我们可以来帮忙，可是却好像根本就也没有见到人啊。甚至同一天呢，还在宣布要继续裁撤 USAID 剩余的工作岗位。必须理解哦 ，USAID 对于缅甸先前的这些帮忙啊，不管是补助啊、民间的这个团体的支持啊，其实是蛮重要的。但现在呢，真的是有想帮助吗？这一次其实缅甸跟泰国的地震，台湾这一边呢，当然啦，缅甸可能没有那么多直接的接触，但是呢，在泰国我们其实有希望能够帮忙。泰国民间也有说希望台湾这边能够有人来帮忙。好啦。我们人前到了前线去采访，结果呢3次的询问泰国副总理，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说我们已经收到很多来自国际盟友的协助，就是没有正面的回应。大家就在想说，所以现在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原因是因为啦，美洲现在就是 G2 对抗，川普除了呢在明天要宣布关税之外，现在还抛出了一个让大家比较说，哎呦。真的啊，他说，我不排除再当第3任期，不是开玩笑的哦。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没有说明。但是呢，他说我的支持度很高啊，我支持度高达70%啊，没有人像我这么受欢迎。现在呢，要加税，有可能玩大一点的，要让美国经济脱胎换骨，开征关税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很多汽车业讲说啊，你现在已经大幅涨价啊，让我们很难生存得下去。川普的回应是，你就让它去涨啊，没有关系，因为会让大家开始买美国制造的汽车，也会让所有的这一些汽车产业回流。但是这些做法确实让在地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里面除了川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是马斯克。所以呢，全球253个城市现在有下架特斯拉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好，原因是因为呢，要拯救生命、拯救民主。你来看看，大家呢拿起了牌子，讲的都是反特斯拉，然后就连结是反马斯克。而且呢，抗议者甚至呢还开车撞伤了川普的支持者。好，这个呢其实是让大家比较不鼓励、不支持，而且呢要提醒千万还是不要有这样子比较明显的对抗。雅虎民调就讲了，67%的人，他们美国人哦是拒绝开特斯拉，55%的人对马斯克有负面的看法。你就给大家理解，川普的民调说他很高，但是呢，真的是所有的人都跟他想的一样吗？又或者，其实现在看到了阿里的高层也去访了特斯拉，传出啦说他们其实呢要开始作为这个全自动驾驶系统要做相关的一些合作，还有讨论。而且呢，他们还说特斯拉现在跟他们的里面的这一些本土企业有普遍的在接触。那当然啦。还是商人嘛，所以回过头来，商人就是做生意嘛。比如你看库克现在呢在访问中国，除了去这个浙大里面之外呢，还打文化牌，自称呢是哪吒的忠实观众，还对 DeepSeek 这些创新的成果啊赞不绝口。所以啦，大家都在讲说呢，这个苹果营运长说的啊，说是因为中国是我们供应链的核心部分，话其实讲得很白，我们在这边投资了30年，我们未来还会继续大规模投资。有钱为什么不赚呢？商人将本求利，哪里有钱赚哪里去。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那就不一定了。请教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当年我们在看到了1979中美建交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跟现在的实况好像有点顶斗病。不，其实不要那么远啦。我们到1995年 WTO 成立哦，那现在不就倒过来？因为 WTO 是美国主导的嘛，对，大家都知道啊。那世界自由贸易秩序也是美国历来的国策，是。结果你现在看到习近平接见跨国企业代表，说中国大陆会越来越开放，对。然后中国大陆支持目前 WTO 还有所有的多边体制，那美国完全相反美国现在这个关税才刚开始事实上还没到啊，4月2号才开始，对，明天。而且这个还是第一波。那川普昨天又在放话了，说
这个第一波之后，如果大家不就范，那他就再加码，是没完没了啊。所以为什么今天台湾的股票会？我坦白讲，我是认为跌得有点莫名其妙啊。美国跌910点，你台湾凭什么要跌到900点呢？因为美国那个指数高啊，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确定了，不确定。那台湾当然有很多人可能融资被杀到了，所以只好出货这样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美国事实上现在已经有60%的经济专家，认为今年衰退的可能性有存在。对，我大概1个月前看只有30%，现在60%，所以就是有点自我实现的预言呐。就是我坦白讲，我不认为川普知道他这个东西到底要搞多大，比如说关税到底要到哪里为止啊？比如说美国的平均税率关税啊，本来是3.3%，这世界最低的啦，那现在接近8%，那如果把它未来要课的那些关税全部都实现，那美国的关税会变成18%，这是90年来最高的一次，是，这简直已经匪夷所思了。我们台湾平均关税才6.5%，中国大陆7.5%，美国现在已经8%了，这川普才上来还不到100天，就把美国整个颠覆过来了啊！而且如果他没有得逞，他恐怕还会加别的，比如说现在有人就在忧虑了，说海湖山庄协议搞不好是下一波，就是美元呢，他搞不好再来搞汇率战啊，那我跟你讲，这个的可怕程度超过贸易战，对，影响更大，影响更大，对，所以就是没有人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就觉得蛮可怕的啦，也自伤会蛮严重的，不就是无法预期嘛，所以你看那个鲍威尔，他就不敢降息嘛，因为他就觉得会通膨啊，对不对？而且美国事实上 CPI 已经增加到2.8了啊，这也是事实啊。那现在川普的团队就说，等这个家伙下台再说。他就是鲍威尔啦，说等他下台，他们就要再玩一波，搞不好是利率的东西了，就要找一个听他话的联准会主席了。我认为，如果美元以它的这个金融霸权的优势要来打全世界那后果真的会非常非常严重。是，现在美国还不是用美元霸权在打对，现在还是用贸易。是，那可是接下来如果又扯到金融面那今年跟明年恐怕就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年了，而且这个恐慌指数恐怕还会越来越高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货币基金都在大增嘛，黄金现在3000点变成起点3000变成起点，一定要迈向3100还有人喊到3500，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种世界啊。好，这个鲍尔的任期给大家一个数字，来2026年5月，就在此之前呢，可能这个汇率战还不会打，但是问题是盛峰老师，光一个关税战都有错咖啡戏啊，你怎么样来看？我觉得，就是说天下下雨良药佳人，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没办法。那但是呢，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要找到这样的机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看衰的香港，最近显然是回魂了。是。那举个例子，像世界上最大的银行黄金银行就是美国跟伦敦嘛，现在香港绝对开闭。那为什么要开闭？因为整个未来的混荡里面，当货币战争产生了以后，整个的黄金要储存哪里？储存在欧洲的伦敦，储存在美国的纽约是不放心的，储存在中国辖域之下的香港是安定的。这就记忆嘛，你要是5年前、10年前提要建黄金银行，谁理你呀？没有人理你。特斯拉也是一个记忆，不是，就平常特斯拉是整个新能源车的领头羊啊。中国大陆今天有这样的新能源车的成就，特斯拉是占有很大的功劳啊。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政策的一个正确。可是呢，现在因为马斯克特斯拉连接的结果，政治的形象对特斯拉造成了一个伤害。那这不是给中国整个的这一个新能源汽车
良好的机遇吗？这个是谁送的？不是你要的，是人家有的，那我们就给它装上去嘛。再举个例子嘛，这个以美论，现在以美国移成这个样子，对于美国的盟友，现在你说加拿大，他1年前怎么会想到说有天有人要来消灭我？他还没想到要兼并，我，然后欧洲人想也没想到，他们想说啊，有天有人要来强来格陵兰，他想不到的事，现在全部发生。这个时候，美国是一个不可信的盟邦，一个不可信的盟主。这个时候寻找第2大经济体，而且正在势头还在成长中的国家，这个势头是谁给的？是川普送的，是美国送的，这不是中国大陆去自然过去做的基础，但创造出来的结果嘛。再过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内部呢，现在就很像，我现在先引用班农的一段话，班农怎么来评价马斯克啊？他这一段话讲的意思啊，说我们欢迎来皈依的人，因为他是南非来的嘛，但是呢，你只能坐在后面的一排，然后一排一排的往前坐。美国不是你游戏的地方，这话就讲得很难。为什么？因为班农像等等他们这些自认为是国家的脑筋，自认为是共和党保守派的最大的头脑，现在他好像没有用了，因为被谁取代了？以前他天天可以在川普刚上台的时候，可以在他耳朵边啊住，现在住的是谁？现在是换马斯克。那马斯克你是什么东西啊？我读了多少书，我受了多少学，我经历了多少？你是一个造车的，你来嚣张什么？这种充满了鄙视的话，是今天美国的危机。这个危机，马斯克有没有感受到？马斯克有心想改变美国，没有问题，他也有改变美国的能力。可是很抱歉，他没有改变美国的实力。能力必须加实力啊，那个能力才有意义啊。他没有那个实力，为什么没有？因为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都会有点碰红，因为在他的企业界他是国王，他可以随心所欲啊。是的，你可以把你的员工干掉80%，就这样推特干掉了，有没有？然后也是80%再重聘。可是因为那是跟你利益相关，是你给利益的人。可是国家的机构不一样啊，是国家给的利益，是利益团体养的利益啊，不是你给的，你说砍就砍。他不是你公司的员工啊。就以这样小小的例子就可以来知道，美国内部是麻烦，尤其他用的这一些有一个特点，忠诚是最重要的，听我的话才是重点，是我恩赐给你这个位置的。讲难听点，像华兹也好了，像这个国防部长啊，他凭什么能坐上那个位置啊？是我给的。这种我给的这是很特殊的这种恩赐体制啊，在那呢，然后一群同温层。所以这样子的美国会搞成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拭目以待。但是这是创造整个的中华民族最好的成长机遇的好时间。请教大钟老师。今年是2025年哈，就是2战结束到现在80周年哈，联合国成立80周年，那代表说哈，美国这个世界霸主地位也维持80年哈。但我们回顾一下，它为什么能够保持这样的位置？大概一方面是靠船坚炮利。有美元，有全世界最大的军力。那第二方面呢，是一种比较看不到的一些制度了，比如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国际机制组织是美国创建的，而且是美国所维持的。那第三个是它有一些引领这世界的这个价值啊，我们就叫做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啊，自由的市场、开放的贸易。但是从川普1.0到现在川普2.0，很多东西有了很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的这个原点其实是在美国的内部啊，所以我们仔细听一下。过去4年，我们常听到拜登政府会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而且他常常拿这句话去攻击北京，攻击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一些作为。但现在呢，川普政府应该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这句话。为什么啊？因为美国自己的想法有了重大的改变，他认为说要矫正所有对美国不公不义的现象。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刚刚有提到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我觉得川普应该是有个很模糊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但是呢，至于实际的细节跟策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有点且战且走，他随时在修正，反反复复，停停起起，所以未来会怎么走，影响会多深不知道。那第4个就是
这2天的新闻，然后川普终于讲出这一句，让大家本来就很关切的，他的第3任期。对，因为过去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那我们之前还讨论说，哦，川普现在这4年到了2026年期中选举，他可能会跛脚，是，但他现在他说他不是开玩笑，对，正在认真思考寻求第3任期的可能性，而且他说选民很支持他，而且他说做得到，他说他做得到。但是从宪法上，这大家很糊，因为从这个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是死死的谁在要修，对这个任期是你不管有没有连续啦，就是2任8年，那你要改变它，你要走修宪的程序，但修宪的难度跟门槛是何其之高，就2个发动的手段，一个是参众两院2/3的国会议员，第2个是2/3的州来出动。到目前为止，修宪案都是走这个国会的程序，而且发动之后要3/4的州议会通过，对，这门槛是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现在其实非常好奇，那川普现在他所打的主意到底是什么？他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落实他的一些政策？但是根据过去经验，川普说的东西，大家不要把它当玩笑话。我觉得他是认真思考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所以都有在我们后续做观察了。台语一句话叫“熊康熊胖”啊，不知道哪里是那个康跟那个他胖有没有？想学普京跟门德韦杰夫那个模式哦，玩来玩去哦，就是杰里菲选上啊，他实质上他是老大。玩来玩去啊，哎，来，到底是怎么样呢？来，不过呢，美国现在呢确实是越来越多，让我们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哎，以前好像不会这样。来，悬大赏1500万美元，现在不告诉大家吗？要抓一个山东名妇叫刘宝霞嘛？那理由是什么？哎，这个悬的金额这么样的高，那大家那个时候就很认真看，就是看不太懂嘛，因为理由很奇怪嘛。哎，今天又有了，来这个呢，一样1000万美金，真的都好高额哦！来，四川小伙说呢是头号通缉犯，到底做了什么？这个呢是美方的讲法，说其实呢他瘫痪了很多国家政府啊或军队的重要防火墙，所以呢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只是这一些到底有没有证据？目前好像没有比较明确的证据说他去瘫痪人家防火墙，然后去给他装了恶意的软体。但是呢人是已经有出来的，哎，就是这个人1000万美金。好。大家就在说，这其实是不是就是科技战？现在呢，要开始一个一个把它火给点起来。毕竟呢，目前看到中方现在 ASML 已经被美方这边跟他讲说，哦，你不行，你不行。哎，人家真的还走出了一条路。这个被称为菜鸟设备厂。为什么说菜鸟？因为它这家公司4年而已啦。这家公司呢叫做新凯莱。那现在呢是在深圳这边，主要呢就是因为它致力于开发半导体嘛。那目前知道的就是它已经呢展示出了28奈米级的这个晶圆光刻技术，如果说按照它的逻辑真的可以的话，有人认为它其实也许有机会做到3奈米，所以呢就会让美方这边比较紧张一些些。再加上日经是怎么说的？日经说其实你要小心哦，哎，原因是因为华为现在还网罗了台积电的前工程师，那加刚刚那个新凯莱一起去研发晶片设备哦，那听起来就会让美方更紧张一些些。当然啦，现在整个台积电被他们搬走了嘛，可是军事上面的较量也还没停，包括了现在看到最新画面，大陆的6代机，他说呢竟然可以空中放油。好，这个呢基本上是在高稳定性下进行的，所以呢就会让大家对于他们这个6代机到目前测试发展的稳定程度会再记下一笔。然后前也看过嘛，它3个发动机3个同时的在全力火力全开，那所以呢表示它的稳定性现在其实是高的。另一个画面呢也让你看到他们内部在军方智能化的程度啊，就是这个画面。这个呢其实是有媒体呢他们进去解放军的智能仓库，发现哎，确实他们现在真的全体自动化了，包括在运输等等都已经变成了货找人，而不是以前的人找货，所以实现了就是全智能化管理这样子的一个系统。这一些就会让大家看到了，确实他们现在内部透过了科技，透过了智能化，已经有不一样。所以呢，让川普他现在讲到要去沙烏地阿拉伯，还说了沙烏地阿拉伯已经讲好要投资我们，我记得那时候是1兆美元嘛，对不对？还要买军事设备的时候，哎，大家就会想问，是真的吗？因为呢，时间点又换了，本来说是4月28号，现在推迟了，说变成了5月中旬要去访沙烏地阿拉伯，而且会是他就任之后的第1站。可是如果真的访
买军事设备的话，会买什么？毕竟呢，他们现在讲6代机，川普讲的很棒很棒的 F-47，现在还没有看到嘛。那可是呢，沙特阿拉伯先前已经先买了歼351，而且呢，传出也要买我们刚刚所讲的6代机。那到底这个他们会买些什么样的东西？又或者是说呢，他什么时候会实际的去访问沙特阿拉伯呢？大家就会想知道。所以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美方现在当然啦，就是千万的悬赏，那也会让大家讲说，哎呦，这些理由您买不买单？我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人啊，他应该是有个技术团队啦，因为有相当复杂的操作啦，那当然是真的嘛。不然美国干嘛去公布？就是说这跟这个上次大陆公布我们这边的资通讯那不一样啊。这个是真的，他认为他介入他的网络，那可以在他的网络里面做一些操作，那美国当然大吃一惊啊。其实这种作为以前俄罗斯也发生过啊。是，我记得好像在2年前吧，美国不是有很多那个人员。因为都是用网络操作，结果发现都被俄罗斯害进来啊。那个时候很多媒体也报是大新闻所以现在只是焦点一下俄罗斯，一下中国大陆这样这表示美国的治安也不怎么样嘛，你才会被害嘛，当然是这样嘛。那阿斯麦尔这个新凯莱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太神秘了啦，因为以前他的资料都是做晶片设备的检测，是，而且我现在竟然变成制造，对，这个差很远从设备检测变成制造商，可是不知道，因为我认为，我甚至怀疑有部分是华为做的啦，可是他不能讲，反正这个就是一个谜团呐，就是因为华为现在大概是代表中国大陆要攻坚的公司嘛，那。很多搞不好是他自己做的，因为这家公司的领域实在太多了那总之就是对 EUV 的部分，这个我们讲极紫外光目前这种新闻也开始出现是。那这个至少我听了很多台湾的专家，他们都难以想象说 DUV 一般估计也要有2年左右才出得来，怎么现在就在 EUV 了而且。看起来好像也不会拖太久，大概3、4年就会出来那阿斯麦尔不是不用混的所以阿斯麦尔最近很急嘛，因为阿斯麦尔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量竟然高达41%，因为他财报刚公布结果在北京那个维修中心就扩大了那美国当然关心那阿斯麦尔就说。以后他不再公布销售量，不让你关心。不，我觉得他怕了，他也怕。这个生意，万一中国做出来，他就没生意可做了，不是吗？现在赶快抢市场，就是这个味道。其实我跟你讲，黄仁勋也是，黄仁勋本来在中国大陆要卖 H20嘛，那就突然传出华为做出了910C 升腾晶片，那两边比较各有优劣了，可是。突然之间，大陆就出了一个是类似给协会的公文说大家尽量不要买 H20。这个是13亿美元的生意其实讲到底都是生意啦。那政府当然有政府的立场，但是民间有民间的立场啊。让马谁爱探级，马谁爱发薪水，对吧？我们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讲现在的资讯站，讲到了这一家新凯莱公司，虽然听起来很像菜鸟，4年，但很厉害。请教盛峰老师。这样子这个当时呢，开始对光刻机对中国下手的时候，阿斯麦尔的 CEO 就讲过一段蛮有我印象蛮深的话，他意思大概就是说，今天呢对中国做了完整的封锁，结果聪明的中国人一定会铸造新的光刻机的。我大概意思就这样子。那现在的中国大陆大概分2条路走，一条是不断的在科技研究上在突破，那这哈尔滨工学院是一条路，另外一个呢是中科院。
中科院在 DUV 的这个科学上最近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它这个最大的突破就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的 DUV 里面呢，重要的是光源、光学跟工作台嘛。但是光源是最重要，它完全发展一套跟现在ASML不一样的所谓的固体光源。那这个部分呢，就完全摆脱了你要找它的专利啊，找它的什么麻烦找不到，完全来做一个新的，这是研究的部分。那新的这个制造的部分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新凯里。新凯里是整个的深圳市政府投资的一个国营事业啊，人家叫这个主权基金啊，我把它叫做事权基金哦，而且那个厂区之大，而且还在继续的建设中。这个厂呢，它现在确实已经可以生产28奈米的光刻机。那这个厂当时它在生产的时候从哪里来？它必须要有人，因为没有人愿意，没有听过你这一家公司的名字嘛，所以就挂着华为，不是挂着华为真正的提供的上千的人力啊，是工程师参与了他的工作，所以当时在外面这个招募人才都讲着华为新凯里。那现在他在做他的人员的替换中，他将来会是光刻机的生产单位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其实不只是光刻机，只要你到深圳的有关的，在深圳的这个半导体展览会场，你去看就知道，它是对应的。是没有生这个，那我大陆就有这个厂，它生这我就生这个对应的一个厂呢，是非常的清晰的。至于呢，这一个呢，美国去花了1500万这个美金去生产，这是一个什么事呢？简单的花1分钟跟各位讲一下，它是这样子。美国人说他20年来设了一个假账户。这个假账户呢，就不断的在收购所有的产品，然后呢卖给了伊朗。那结果这个人是一个英文也不会说的山东的大妈，所以现在呢，网络给他一个名字：中东乱不乱，就看保侠贼说了算。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等等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大钟老师来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大钟老师帮我们总结。对啊，现在美国媒体传出说啊，川普可能2.0第一个出访对象或是沙特阿拉伯。是。我们回顾最近这100天相关传闻，川普可能去造访国家，大概不外乎中国大陆、俄罗斯，后来他否认，还有沙特阿拉伯。但我觉得沙烏地是可能的哈，因为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怎么说？因为川普就任之后，他第一通的电话其实就是跟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啊，这个穆罕默德通电。当然，第一个造访白宫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通电话谈什么？后来媒体说，川普很高兴，因为沙烏地承诺要买6000亿的产品。这是1月23号。到了3月7号，川普更进一步讲，他说哈，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很好，要承诺买1兆美金的产品。为什么呢？因为沙烏地阿拉伯比我想的更加的富有，更加的有钱，好，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第二个蛛丝马迹是，其实回顾下川普1.0的时候，在2017年5月，他的确第一次出访的3个国家之一就有沙烏地阿拉伯，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包括以色列，还有包括教廷。好，当时是这个库许纳他的女婿去牵线，而且谈了很多东西，包括军购的意向书。大家好，我是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学博士郭建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应该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当事人在现场，然后原因是因为呢，有人在网络上面问到了伟汉哥，说这个郭正亮的两岸谈判是什么？有五五共，还丢。他说呢，应该是主张被统啊，结果呢，大家就讲说，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回应是什么？是说呢，他应该是主张合统被统当特区的那种，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他已经
友澄清了，他说呢，那个时候他觉得这样子深感不妥啦，不能随意的回应，所以呢，他并不清楚不应该随意的发言，不太清楚亮哥主张的细节是什么。当事人在这边咱们听一讲啦哈啊，但是看他不开心的还有一位叫做柯建铭柯总召啊，改公我忍你很久了。现在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呢，其实在蓝营宣讲的时候呢，比如说很多人都有提到嘛，柯建铭现在是不是想要取代韩国瑜？因为主轴已经变成了罢免蓝委就等于罢免韩国瑜啊，就等于柯建铭会当院长。那赵少康呢，甚至现在也跳出来喊话，当双方已经到了热战的时候，他说了：“小草们啊。”反罢免就是替柯文哲报仇啊！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是比较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些动员的时候呢，蓝军当然也要剑指柯建铭啊，对不对？沈伯洋啊，刘世芳啊，毕竟他们在场子里面讲话也都是讲得很直接啊。来看到的是，除了在自己的真的政令什么宣导啊，他们讲政令宣导啊，其实真的是台下都在戴那个大罢免、大成功的帽子，那你就觉得那是什么场子嘛？可是当晚上的演唱会的时候，本来还告诉大家大港开唱啊，不讲政治，可是里面怎么说的？里面呢就发现大家都在喊大罢免、大成功，甚至呢还用3只小猪的故事在讲，如果说呢我们没有守护这里，就会有别人替我们说话，音乐就是政治啊。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位出来说啊，我们就是要饭的啊，合法的饭你不要的这一位杨舒雅歌手，他昨天也站上台了，然后呢也开始说要为台湾加油，台下也是很激动啊！其实大港开唱，当然了，他们今年说他们没有拿补助，但确实他们就是拿政府补助起家的嘛，所以大家就在讲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那真的您的感受会是什么？陈其迈。高雄当家的，在场子里面呢，也告诉大家说，政治人物做不好就应该要勇敢罢免他，人民才是头家。话讲的都很好听，但有的时候只要讲到数字，我发现就很容易被人家检验，特别是在高雄。来高雄市议员就直接就问市长，请问一下，你们的观光是人次还是人数啊？怎么你的数字看起来都特别漂亮？来看这一下答询。我们最常看到我们市政府的宣传，2024年我们高雄市旅游人次总共是6794万人次，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调了我们的观光署的资料，在2024年来台旅游的人数呢，总共是785万人，怎么有这么悬殊的数字？因为我们高雄采用数字的计算呢是以人次嘛，什么叫人次？以人次来计算，一个人他来到高雄去了10个景点10次，所以现在市场你假厉害，观光局常常在讲的邮轮经济，去年我们的邮轮旅游的人次7517，基隆是80024，是整整高雄的10倍呢。可是看到高雄的这个宣传，好像我们高雄的邮轮的经济、邮轮的旅客超过了基隆，现在是把牛吹到天上去了，海天会把邮轮的吹到天上去。好，是不是把牛吹到天上去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现在高雄这个钟义仲议员就质疑说，你们说2024年你们的观光人次是6794万，好，可是我给大家一个数字，他是讲。观光人次6794万，听起来很大，对不对？可是京都他们的观光人数是什么？5028万，因为人家算的是人数，你算的是人次。我去到一个景点算1次，我去了10个景点算10次，就是大家质疑的不合理嘛。啊，更不用说啦，在游览，你们很喜欢讲这个游艇经济嘛。可是问题是，明明就远远不及基隆的80024人，你们只有7517人，但是讲的好像很厉害，所以大家就想问。高雄是不是真的特别会做像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呢？而目前呢，其实我们就讲到在哪讲做生意啊，或者讲做美化这个部分，赖清德呢现在在做少汉光的演习的时候，有人在问是不是照顾自己人的好生意？好，毕竟呢，罗志强曾经踢爆说内政部呢要编列900万来进行民防亲子园游会，然后那个时候还说，建议让黑熊学院去办。那大家就想问啊，现在又开始在讲了。主张社会韧性，甚至呢要开始叫来讨论一下实质战争的时候预算编列。说4月的时候就要开会了，这一些让大家不禁想问，到底抗中是不是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呢？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您当事人啊，您来讲一讲。因为呢，伟汉哥现在已经先有出来跟您 say 一下，说深觉不妥啦，所以不应该随意发言。有赖给我了。哦，有亲自赖了，是吧？有。不然我的立场一直都很清楚嘛，我说要留给和平统一一个空间不然你如果都做绝了，那中国大陆如果认为和平统一没有空间，那他就武统了嘛，就反分裂国家法就启动了嘛。
哦，所以我立场一直都是这样啊。然后我另外还有一个观点是认为时间对台湾不利，是。那你就因为领土主权的问题就是军事问题嘛，所以你如果让时间这样耗下去，那你的军力你怎么有办法对抗中国大陆呢？所以当然要让两岸预留一个有和平统一谈判的空间，然后你要积极跟对方维持政治对话嘛。我的立场就是这样啊。那其实黄伟汉也没有讲的那么绝啦，他就说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呢，有合统有被统啊，大概有2种，诗有2种媒体标题就给他写被统了。哦，所以他是跟你讲说是媒体标题的关系，对他不是这样讲，所以他就觉得是不不好意思那柯建铭，我今天也回应了柯建铭，我说稀有国宝要珍重嘛，其实这个东西就这样了，这个。柯建铭忍耐我们很久了，不止我啦，他还把我跟吴子嘉扯在一起啊。那沈富雄也被扯在一起，林卓水老师竟然也把林卓水扯在一起，林卓水还出来抗议，说怎么把他跟我们弄在一起这样那你们说我们忍他也很久了，我就是要回柯建铭说，台湾人民忍耐你很久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没有关系啦，因为事实上这个罢免之后。如果真的加6，那立法院长要改选嘛？那难道立法院长不是柯建铭吗？这个当然，这个蓝营也都在。事实上，我看到很多造势演讲也都这样讲。那没有办法，因为罢免跟反罢免的投票就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动员嘛。是所以朱立伦真的太单纯了。他说罢免蓝委就是想要罢韩国瑜，这样是没有力量的啦。因为这样是爱韩国瑜的会出来投票那你如果说是罢免韩委，就是柯建铭要当立法院长，那个情绪才会被动员嘛。这个很无奈。其实我很讨厌罢免这种东西啦。在西方国家也基本不行使因为它就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动员，而且你法律又定了25%就可以罢免，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嘛。可是既然制度现在是这样规定。那大家只好进来玩游戏了嘛，那我不能输啊，所以双方都来搞。那绿营为什么会占先天优势？因为他搞了4个月了嘛，而且抗中保台本来就有相当一群人是坚定支持的。那国民党坦白讲，晚启动了3个月了那所以你现在要让那个蓝营的选民知道，然后知道要出来投票，这个都要费很多精神尤其。因为国民党的网络运作，除了自己中央党部的脸书小编是做得不错，可是宣传力道跟绿营差太远了。绿营事实上已经跟各种网络公司都结合了啦。对。那我另外讲到，我说我觉得有些话真的不要讲太绝了。我讲的是两岸我们举例啦，赖清德讲17条，我认为17条都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说两岸。你说去大陆交流要揭露特殊的军公教或者是军事审判，这个都可以讨论的。那你有必要故意要说境外敌对势力吗？我觉得那个是很故意还有比如说卓荣泰昨天提到翁小玲，他说要那个请一些资料嘛，对不对？好，你说粮食战涉及国安，那卓荣泰可以讲说以后。涉及国安的情资的搜寻要经过院长室同意。你如果这样讲，我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可是你是怎么说？你说只要是翁小玲要资料，通通要经过我院长室。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讲话的方式就是在拉高敌对的氛围嘛。有必要搞到这么绝吗？赖清德为什么你蔡英文执政8年，两岸的氛围？从来没有这么敌对过那绝对跟你的讲话用词有绝对的关系嘛。就领导人，行政院长也是领导人是你把翁小玲委员，你以后只要申请要资料，通通都要经过院长室，请问这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你这个不是就是故意要去惹怒，然后让绿营的或者主张罢免的人。都聚焦到翁小玲上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策略性的发言呐。那包括赖清德故意去讲境外的敌对势力，也是一种策略性的发言，就是为了激怒两岸，来动员你的反罢免的群众嘛。这个太明显了嘛，因为我们的国安法、反渗透法就有境外敌对势力这个概念，然后跟大陆地区、港澳地区是分开写的。我们的法律概念是这样，是，那你就故意要把它讲成境外敌对势力就是中国，这是故意的嘛？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国安法这样不能执行啊，或者是反渗透法。我们讲的是大陆地区、港澳地区、外国，还有境外敌对势力。自己去看法律嘛。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故意的嘛。是，想请教一下盛峰老师，您会怎么看？怎么看？这一把火怎么看？就这样子。你说看到今天台湾这样的情境，你心中没有怒火，你还是一个人吗？你心中没有那个愤怒，你还记得我们读书有用吗？我们所有教的书、上的课，所有讲的基本的民主政治 ABC， 现在在台湾哪一个被尊重啊？人权保障条款 ABC 哪一条被尊重啊？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装着一副温良恭俭让，那当然他就嚣张了嘛。整个的社会里面良心没有愤怒嘛，是这个社会最可怕的地方。谁是代表良心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一个是已经烂掉的媒体，那一个呢？一个应该是学界。学界我还有一点期待，可是呢，当年高讲民主、道德、人权理念的这些人，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通通颜色决定一切。以后不要再顶个博士学位出来骗人，不要顶个教授什么这个验质学位出来骗人，是不是啊？堂堂的验质讲什么话？哎呀，那个不是言论问题，是个人的问题，因为它是潜在国安的威胁。那所有讲话不容你喜欢的人，不都是潜在国安的威胁吗？都是预备犯，是吧？这个话是谁讲的？是政客讲的，我还可以原谅他胡说八道，就原谅像陈其迈这样胡说八道，但是一个堂堂的验质讲的，令人看不起。为什么？因为整个的环境是如此。这个环境是我们今天只有议题炒作的能力，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本事。讲起议题的操作，一套又一套。你看，全世界有哪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是这样在玩罢免完成这个样子的？罢免理论上说，我针对个人。哎呀，你选举的时候你的承诺没有完成，或者你的承诺或者你的言行我们不能忍受。现在是用党的方式在全台湾进行党对党的罢免呢，这什么东西呀？这哪叫罢免？这叫在朝的造反呢！看那一听罢免还好听，干脆你拿一把刀子把不喜欢的干掉算了嘛。这跟当年朝廷拿刀杀人有什么不一样？跟集权者抓人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抓人比较简而易见。今天换了一个城市，用群众运动，然后搞罢免。台湾真的要回到文革吗？我们今天就在干了文革的事，然后所有的奇言怪都出现，罢免有理，造反无罪。这一套可以放在很多地方，政客可以怎么样子？说谎有理，那么呢，造谣无罪。今天台湾为了罢免造了多少谣？整个的立法院，所有跟民党意见不一样的人，都是接受北京的指挥。什么时候60%在立法院占多数的蓝白立委是变成中共的同路人？那民党你不要混了嘛？你还混什么？既然60%都是同路人，你还混什么？那干脆北京来统治算了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到这种程度还自以为是，然后把台湾玩成这个样子，你想一想，有理吗？好，今天所有跟你不同意的呢，全部都抹红。你抹红的道理，真的他是红，你抓嘛？不是抓，法律摆一边，然后用什么？用政治力量来做清算。那对于呢小民，就用法律出来。把你驱逐出境，所有的法律有讨论吗？
所有的天天把人情挂在嘴上的什么民团社团都哪里去了？本来想一个一个帮他们点名啊，那平常不是都法相庄严吗？怎么看到国民被欺负的时候，你们一句鬼话都不说了，是吧？阿亮刚才所碰到的黄委员的问题，大家都讲得太客气了。我就讲明一句话：台湾有主张台独的自由，没有讨论统一的空间。所以说统一是不能讨论的，至少你面统论统嘛，行与不行拿出来溜一溜给大家看嘛。但是统一可以讨论吗？还讲得很客气的，哎呀，我们留下一个和平讨论的空间，谁给你留啊？没有机会留的，顺我昌逆我亡。现在呢，过去说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搞革命，今天整个的大罢免就在台湾搞群众运动的革命。各位啊，到了最后不是谁输谁赢啊，是台湾整个输啊。我们正在进行一件台湾全输的活动。请教大钟老师。对，刚才有一个议题是这个台湾的观光的数字哈。那我自己的体会是说哈，数字还是会说话了，就是还是要回归到比较平实，对不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去年一整年台湾整体的观光人次是870万，比2023年看起来780万是增加没错，650万，但是这距离政府数字1000万人次是人次差了非常非常远。那为什么是1000万人次呢？历史上我们有没有外国各地来的观光人次达到1000万人？有啊，有。2015到2019啊，2015年是第一次啊，1000万人次。2019年是史上最高，在1180万人次。那我们可以说好，没错，2020、2021、2022是疫情，可是疫情到现在2年多，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次差这么多？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在上一次总统大选赖清德总统以总统候选人身份，他所讲我们是观光立国，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政见。我还特别把它找了一下，他怎么说？这是无烟囱的这个产业，没错。要让所有各地的人都能够先看到台湾，体验台湾，然后呢，分享台湾，然后还有6大政见，其中一项是什么？要向陆客招手，向陆客招手，而且要保证所有到台湾的大陆观光客都能够有安全，而且很有尊严，这是有言在耳的。但是现在呢，1000万人次，我觉得基本上非常困难。我们看这个排名前3名我们非常熟知，不陌生。第1名香港，去年来说130万人次，然后是韩国，然后是先是日本对不起，日本、韩国，然后香港，大概都是100万人次。光这3个地方就占了我们780万的观光人次在40%。那之后的第4名，美国到后来中国大陆，大概都只有30-40万人次。所以这里面差最多是什么？我觉得还是两岸，主要是两岸的气氛真的是很糟糕。最后一句话就是，因为刚才有讲境外敌对势力了，那我的感觉是，其实现在整个的政治氛围是境内敌对势力。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我们所感受到的，应该要把国家凝聚起来，社会团结起来，这样祥和的力量是完全看不到，所以大家还是都蛮失望的。好，我们讲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现在的人之间这个力量之间是不是没有那么大正能量呢？